你現在的人生有沒有一種卡在選擇裡的感覺？要不要結婚？要不要換工作？要不要追夢？要不要穩定啊？你每次做決定都覺得選 A 會錯過 B， 選 B 會錯過 A， 然後呢，你開始一直拖，一直想，一直比較，最後什麼都沒動。好，今天這段哥林多前書7章25到40節，保羅不是給你唯一正確答案，他是在教你怎麼在不確定裡做對選擇。一開始他就很誠實，我沒有主的命令，但我給你們意見。翻成今天，這題不是選擇題，是申論題。也就是說，不是每件事都有標準答案，但你還是可以活出對的方向。然後呢，他講一句很關鍵的背景，因現今的艱難，照我看，人不如守束安常才好。翻成今天，現在這個時代有點亂，選擇要更清醒。這很像現在耶，資訊爆炸，變化超快，選擇很多，但內心更焦慮。然後呢，你以為多選擇等於更自由，結果是更難決定。接着保羅講一個很反直覺的原則，你有妻子嗎？不要想脫離。你沒有妻子嗎？不要求妻子。翻成今天白話，不要一直覺得別的狀態比較好。單身的人覺得結婚就好了，結婚的人覺得單身比較自由。然後呢，每個人都在羨慕別人的版本。保羅在說，問題不在你哪個狀態，問題是你一直覺得別的地方比較好。然後他補一句很重要的，你若娶妻並不是犯罪。翻成今天，選 A 不是錯，選 B 也不是錯。但重點來了，他說，這樣的人在肉身必受苦難。翻成今天，不管你選哪個，都會有代價。這句超真實。你選穩定，可能會覺得無聊；你選冒險，可能會覺得不安；你選單身，有自由，但也孤單；你選婚姻，有陪伴，但也有責任。然後呢，你以為找到完美選項就解決了，但其實沒有完美選項。接着保羅講一句超有深度的，時候減少了，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。翻成今天，你可以擁有，但不要被擁有。你可以有工作，但不要被工作定義。你可以有關係，但不要把全部壓在關係上。你可以追求夢想，但不要失去你的根。然後呢，這整段的核心慢慢浮出來了。重點不是你選什麼，是你怎麼活在你選的裡面。接着他講一個很實際的對比，單身的人可以比較專心在神的事上，結婚的人會分心在家庭的責任上。翻成今天，不同選擇有不同焦點，不是好壞，是取捨。但我們常常怎樣？想要 A 的好處，又不想承擔 A 的代價；想要 B 的自由，又不想面對 B 的孤單。然後呢，你卡住。保羅其實在幫你解一個結，你不用找到最好的人生，你只需要在你的選擇裡活得忠心。最後他收一個很有意思的結論，這樣的人更有福氣。翻成今天，真正的祝福不是你選對了哪條路，是你在哪條路上活對了。很多人一直在找最正確的選擇，但忽略了你帶着什麼樣的生命去走才是關鍵。所以哥林多前書7章25到40節整段在講什麼？不是幫你決定人生，是教你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換一個選擇，而是開始在你的選擇裡活出對的生命。
你不用再等一個完美條件，你現在就可以開始活對。記得，你不需要一個完美的人生，你需要一個真實、穩定、對齊的生命。送你一句可以截圖的金句：人生的關鍵不是你選了哪條路，而是你在那條路上活成什麼樣的人。